者琼瑶阿姨，她在今年的12月4号被发现在淡水的家中轻生，然后就离世了。其实这个消息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就听到我身边有很多医生，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原因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头有很多，我觉得大家在这段过程中容易忽略老人的一些心理状况。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是杨医师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一整个故事哦。我先说一下，当时在他轻生的时候，其实同时间我们会在他的一个自己的社群媒体看到他有一封千言的遗书。这封遗书里头，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多的细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是他其实在开场的时候，他提了一段话，他说不要为他难过。他其实已经翩然的离去了，甚至呢，其实当他在发布这样的一个文章的同时，他也拍了一支影片。这支影片的内容其实就在讲这个遗书，等同于他其实在更早以前，他对于这个决定，他就已经算是心智非常的坚定。那当时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秋雅阿姨是不是生了什么我们说不治之症，比如说可能是癌症等等的？结果没有想到，她其实身体是健康的。她在文章中，他提到了一些内容哦。他说，他希望呢，他不要到老的时候经历这些所谓的衰弱或是痛苦。他希望他自己在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候就离开。其中他还有提到一些是，因为他可能过去有一些自己在家庭上经历到看到的，有人插了鼻胃管，而他觉得他的年龄，这个时候的他是86岁，他觉得这时候他的年龄可能在几年后也会面临到这样的状况。其实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一个健康的长辈，我们也认为他其实生活事业应该都是属于 No.1 的状态，怎么会做出这个决定？所以今天好好的跟杨医师聊一聊。首先我想问一下杨医师，因为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有一个第一个感觉是，其实琼瑶阿姨在我的心中好像一辈子都是女主角。好，甚至她在我们说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一整个过程，也仿佛像女主角式的离开。可是我想问的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其实已经是镁光灯的焦点，绝对是幸福中的幸福，在我们旁人观察中，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本身是自杀防治学会的理事啦，是。那我想我们在谈这个议题，当然重点我们还是希望跟大家谈一谈自杀防治。那我们谈这种自杀，其实最重要的会4个面向去看，从生理、心理、环境，还有第4个叫灵性啦，哦。那举个例子，像我是基督徒，我们的灵性里面是这命是上帝定的，取也是上帝取的，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是不谈自杀的哦，这是一个。有听说过对，那这个呢，你今天我们来看这手板，它是属于心理层面的。那刚刚你铺陈的很棒，就是说我们琼瑶。在我们那时候，哇，什么双灵双情，对，所以一条龙啊，可以他的书大卖，影片大卖，他的人生其实在我们定义叫做人生胜利组，都是在辉煌的阶段。那所以他讲白话一点，我们如果看这个过程，他是完全是计划好的。对，他希望要美美的来，翩翩然的、飘飘的去，就好像他的小说那样子，有那种冲撞的剧情。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看到，像手板里面提到，我们分析一下哪些人比较可能会容易产生那种情绪不稳定、智商甚至自杀的。所以杨医师，你的意思是说，就算我们看起来他像人生胜利组，但是其实我们要去细看的是每一个人他的幸不幸福，其实跟他的人格他会感受到的有一些关联性。因为个性决定命运，也会影响健康哦。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像章鱼性格的人，这女生就很常见。比如说，尤其是长辈的，人只有2只手，他恨不得有8只手要关心。他想全家都保护，对，全家都控制。他现在60出头，或者70出头，他孙子可能5岁，他就想他30岁的时候要干嘛，做什么，要娶什么老婆什么，全部都规划好。他可以想好多哦，集天下大，己任为医生啦。那种人压力很大，因为太多不是他能扛得住。人年纪越大，要扛的事情就越多，他就会觉得很累了。对，那再来呢，就是水仙花性格，我们又叫做自恋性格。可是这种跟我想的有点反差，自恋性格应该很爱自己啊，怎么会最后变成可能会有这些忧郁的倾向？像这个自恋常跟戏剧它都是分在精神疾病诊断的人格问题的，它常常伴随而生，就跟焦虑、忧郁一样，兄弟姐妹会一起发生。对，就是说他在人生阶段里面，反正他就造成说他很看重自己，他要就你刚刚那铺陈，他怎么美美的来，他也希望怎么美美的在你心目中留下那个印象。然后呢，
他的戏剧性人格就是说，他整出就看你就会形容说，哇，这是高潮迭起，怎么都像一部戏一样。这个就是很典型。而且我开玩笑讲，我们在荧光幕的人，在影视圈的人。都是多多少少他有戏剧人，他才能挥洒自如嘛，对啊，他才能镜头。你看我们很多人看到镜头都开始遮掩了，他真的都一定要有一点戏剧性人格，只是程度轻还重。那这种人格，他是因为在镁光灯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开始会出现反而相反的失落感，所以才会出现这些忧郁的状况吗？这样讲到重点，没错，就是他们就一直希望被关注，是要求一个好美的形象。那我们可能说啊，100分满分90分就可以了吧？他可能要108分，对他考试99分，他还问主，我们开心的要死。他说我为什么掉那个1分？所以他就是很完美。其实中外最经典的例子，张国荣。张国荣他是没有留下任何资讯，对，但是他永远给你记得就是4月1号。那他呢，看起来他就是到一个年龄阶段了，他就要希望我记录下，我告诉你们，我这就是计划好的。他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自杀有分自杀意念、自杀企图、自杀身亡。对，意念的话就是想过啊，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家人都活。自杀意念的话就是，自杀企图就是有做但是没身亡。自杀身亡的话就是就身亡了，就像琼瑶这样。那这种呢，一般来讲性别来讲是男生比女生多2倍。那个个案的原因就是因为好痛苦哦，我只有把死亡当成一个解决生命的一个终点。但是他显然我们如果从他铺陈他前面，他还蛮强调善终权的。对，他也看到他的先生失智症，对，后面那一些不舒服，然后你提到他鼻胃管，他会觉得他那放在身上，第一个多不舒服，第二个多难看。对，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生命，然后跟大家告别。讲到善终权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手板哦。其实琼瑶阿姨她的，我必须说这一整篇我是有看完的，她的文字真的还是一样很美，但是她里头真的花了蛮大的篇幅在提善终权。她说她不要急救，她说她不要插管。这个就会让我想到2件事情，我想请教一下杨医师。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长辈到一个年龄，可能你一直伴随的另一半会离世。他其实，在发生这件事的前6天，他还 po 了一篇怀念他的这个往生的亡夫的一个讯息。第二个就是这个时候的我们都正在面临着我们一直说的健康老化，但是其实在长辈身上它是进行式。那我想问一下说，因为其实随着年龄的上升，你可能另一半会比你提早走，又或者是你可能会有所谓的老化的问题，尽管你没有疾病哦，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在我们的心理上做一个比较正确的阶段式的调整，才不会发生这样的憾事？好的，其实按实际的数字，我们确实要注意这一些长辈。因为我们在自杀死亡率的来讲，就是每1年每10万人会因为自杀而身亡有多少？老年人是一般全人口的快4倍。哦，真的、啊？对，我们一般就是以每年每10万人10个人为一个中间数。对。那我们台湾这几年差不多总人数差不多在15、16左右，有一点攀升。这样算是比较高吗？还是有点偏高？在亚洲地区，当然韩国更可怕，因为亚洲日本都压力很对。大。那但是呢，老年人快到3倍、4倍，就40-50% 的人哦。可是杨医师，这个我觉得，我想问一下，我们过去其实比较常听到都是年轻人的，原来长辈其实这个状况发生的并不亚于年轻人。年轻人是这几年，尤其因为那种暗战症候群，因为资讯太多了，怎么比来比去，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但是实际上一直都是很明显的，中外都一样，包括已开发国家，这资讯更这个明显，就是老年人银发族自杀身亡的最后是最高组了。那他自杀身亡，生理有疾病嘛，对疼痛嘛，生理影响心理，好难过，好不舒服，我活够了。心理的部分呢，很务实讲，现在接白铁的日子多，接红铁的日子少。哎呦，怎么一个人都离我？因为他看到他身边以前熟悉的一个一个离开，对，他就觉得，哎呦，我好孤单。这些年来，我们最常到了一起，不是孤独症吗？对，英国还有孤独部、孤独大臣。孤独是一个让人家会影响身心健康蛮可怕的事情。环境的部分，历经了空巢症候群，历经了配偶死亡。配偶死亡在生活世界里面是最爆点哦，100分的。是说你的心理的承受度其实是最高级的，很难过，对，你会有失去、失落，然后呢无助无望的感觉。所以杨师，你认为他跟他这个失智的先生的这个事情有可能，当我们是推测，还是有一些关联性？在我们临床实务来讲是很有可能的。
哦，像我以前还帮一个叫日本人很有名的一个人的老后，男人偏女人都写过序，就指你要健康的老化，那个书要去看一下，因为我们都会面临生老病死，这都是会面临，但是你用什么态度去看着它？我常常举这个，就是长辈万一自杀气，我在急诊室，我说你晓得吗？你是所有这个家族里面的长辈耶。你怎么过你的一生，他们就跟着看，因为我们看过太多了。杨医师，你是真的这样会跟你的病真的人这样说？我说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这样子结束生命，你后面的人，他们第一个会难过，第二个会愧疚，第三个他可能就学你咯。那你希望你的后面的晚辈跟着一个一个学你那样的离开吗？10个有9个都摇头了，那一个呢不点头，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在自杀防治里面怎么抓住一个希望很重要，因为他们这种人就已经好像那个他觉得他的希无望的老鼠了，对，他不动了。但我希望他抓住一个东西，而我们最常见的什么东西？亲情，亲情是最容易亲友，不然我们常常讲人健康不是要老友、老本、老狗、老伴，对不对？那老友就是亲友，那远亲不如近邻，你有让他觉得说，哎呦，对吼。我现在我你我贵心体后边的人要看我，他会真的想就有机会了。所以陪伴，又或者是你提醒他，其实虽然他身边这个平辈可能一个一个离世，但是你后面还有很多的晚辈现在都看着你。其实这些对于我们长辈是会有些帮助的。我真的会有让他们会想想，哎呦，对哦，原来是我忘记我是人家阿嬷，有的还是阿祖，有的是爸妈。那我说我可以翻资料给你看。如果你真的身亡了，你知道吗？多少人后面就慢性忧郁症了，生不如死。因为有些人会有一些愧疚感，对，然后呢，永远不安。对，那你希望你的晚辈这样吗？你也不开心嘛。对，他们就会想一想了。对，那应该我要重新思考一下。是，对。那我最后想帮观众朋友问一下哈，因为我们都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预防这件事情的发生，有没有哪些我们说轻生的一些征兆？如果今天你身边不管是长辈啦，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观察到的时候，一定要及早把他拉住，不要让他发生憾事。当然，我们这一边标题是有7个啦哈，但是我们必须讲，比如说。言语就是一种思考嘛，觉得活着好没用，很痛苦。所以想到言语写下来，其实都是酸的。然后再来呢，比如说，其实自杀是会放讯号的哦。你就是说，比如说他可能讲，哎呀，活得没意义，我想死，或是可能已经有一些自伤的企图。曾经有企图，或者是你讲过这种话，其实都可能是一个前兆。对，是。然后再来呢，就是说你可能已经立遗嘱，就是说。我们计划越周详的人越要注意。但是我想问，因为其实蛮多长辈现在会有个新的概念，是他会先立遗嘱，这个可以区分吗？其实我还有一个最基本的现象是伴随这边最常的，就是开始睡眠障碍。因为我知道各位要知道，睡眠是健康的第一根柱子。我们常健康就是能睡、能吃、能动、能笑。对，睡不好觉，你试试看，1个礼拜的睡不好觉，你开始神经就胡思乱想，就越来越负面。我甚至有个案呢，就是已经是老师，然后这种家的阿嬷了，他确实他当我们协助他睡好觉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我30多年来，我天天都想说，我活得那么辛苦啊，我怎么都睡不好觉真的。有的人因为睡不好觉，会难过到不如归去耶。所以其实这有2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交代后事，但是你其实看起来很开朗，其实你不用担心他就是个计划比较周详的人。但如果今天你合并这个，他身体有很多状况，尤其睡眠不好，某种程度上，我们让他睡眠好，可能也会帮助他自己离开这些状况。因为我们最基本就是看生理现象嘛，那睡不好。吃不好又瘦下来，对，吃不好瘦下来，您这当医生你就知道嘛。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是癌症嘛，第2个老年人就是要注意的情绪障碍，是吃不下咽嘛，那就要注意的。这生理指标不好，它恶性循环就是滚下去的。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一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观众朋友你一定都有家中的长辈，那我们其实以前一直以来可能都稍微的忽略这些已经健康老化，我们都觉得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它是属于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你有这样的想法，甚至你执行过这样的事情，或最近好像变得比较负面，身体有一些所谓的病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及时拉他一把。希望大家透过这一集不要让你身边的亲友有憾事的发生。
大家好，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喜欢我们的影片呢，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另外很重要哦，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可以按下去表达对我们的支持。